今年初，47岁的林志玲产下第一胎的新闻，让很多人开始讨论起冻卵这项技术。你知道冻卵要花多少钱，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风险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冻卵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我们知道，超过35岁之后，女性怀孕生产的风险就会开始提升。而除了胎儿可能不健康，孕妇本人也需要面对更多的风险。而这些风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因为卵子老化。那随着现代社会晚婚跟晚生的人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人会想要透过各种人工生殖技术来延续自己的血脉。像是今天要介绍的冻卵呢，就被认为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神器。不过，也因为相关话题的讨论度越来越高，社会上面开始出现一些质疑冻卵的声音，比如说这项看起来很厉害的技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另外也有人分享说，因为台湾法律的规定，自己遇到了花大钱冻卵，但最后却没有办法拿来解冻使用。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会先带大家来看看这几年越来越盛行的冻卵风潮，接着呢介绍这项技术，包含要怎么做、要多少钱，以及它可能会有哪些的疑虑跟争议。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开始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考虑看看盲狗狗吧。盲狗狗是由简明设计推出了生活教育绘本，内容包含了怎么过马路、预防卖场走失等等的安全行为，还有建立生理界限、认识挫折情绪、接纳高敏感朋友等生活观念。推出之后大受欢迎，许多家长回报小朋友每天都想听。另外还有深受家长好评、小朋友热爱的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好玩又能够练习长时间的专注。现在10本全套组合有现省2000的超划算优惠，输入志祺77的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去看看吧。所谓的人工生殖技术，指的是利用非自然的方式来让人怀孕的技术。那这边就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环节跟阶段。一般的自然生产是男女双方透过性交的方式，让精子和卵子在妈妈的子宫内结合，进而着床怀孕。但人工生殖技术让结合跟着床的地点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冻卵技术就是这其中的一环。它在1980年代刚出现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帮助因为生病需要摘除卵巢的女性，让她们在摘除卵巢之前，可以先冷冻它的卵子，这样呢之后就算是没有卵巢，也还是能够保有传宗接代的机会。根据台湾生殖医学会的数据哦，从2019到2021年，台湾选择冻卵的未婚女性大约成长了85%。跟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很多女性选择冻卵的理由，不见得是因为健康状况，而是基于生涯规划的考量。有一项2020年的统计发现呢，在台湾都会区当中，因为生涯规划而决定要冻卵的女性，半年内就成长了50%。她们可能是想要先好好的冲刺事业，或是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合适的对象。那换句话说，虽然越来越多人已经没有急着要生小孩的压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想要有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呢，冻卵可能就是他们的最佳选择。那这边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冻卵要怎么做？疗程大概要花多少钱呢？现代的冻卵科技呢，主要是利用玻璃化冷冻技术的方式，将女性的卵子取出，保存在-196°C 的这个液态氮当中，等到想要生育的时候再解冻，并搭配试管婴儿的技术来尝试怀孕。那在冻卵之前，一定会先需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咨询，除了年龄以及基本的疾病史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透过抽血检查来评估卵巢的功能跟储存量。而这个称为 AMH 的检查呢，能够帮助医师预测可受孕的卵子比例大概是多少？一般来说，女性每1个月呢会有1到2颗的成熟卵子，而为了取得更多的卵子数量呢，需要注射高剂量的荷尔蒙来刺激卵子的生长。等成长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注射破卵针来进行取卵手术。而这个手术的伤口大概跟针孔差不多，通常当天休息过后就可以回家。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同，所以手术之后，有些人可能是下腹部呢会有点刺闷闷的或胀痛感，有些人呢可能会有焦虑啊、忧郁、体重增加、胸部肿胀。种种类似于经前症候群的不适反应。而这样子一次取卵的过程通常需要2周的时间，而卵巢功能健康的女性可能一次就能够取到10几颗的卵子，所以只要经历过1次取卵就够了。但如果卵巢功能没有那么健康，一次手术呢只能够取1到2颗健康的卵子，那整个手术的次数跟冻卵的疗程就要拉得很长。那一般来说，一次取卵手术的费用呢，通常就要花费8到10万，而且取卵之后还要保存。这个保存费用如果以年来计算，每年可能还要缴8000到1万元。不过有些人也会怀疑说，花了这么多钱去冻卵，难道真的都不会有问题吗？
所谓的风险，我们主要可以从妈妈以及胎儿的2个角度来讨论。在妈妈的部分，最大的风险主要还是取卵的过程当中，虽然伤口只有针孔大小，时间也很短，但它毕竟还是一个需要进行全身麻醉的手术。这样的手术呢，依然会有小几率会产生过敏反应，像是清醒后恶心啊、呕吐的状况。而在施打排卵中的过程当中呢，卵巢也有可能会因为受到排卵药物的过度刺激而并发出不适的症状，例如像是腹痛啊、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就医，最严重呢，甚至可能会发生休克。目前医学上还没有确定会产生这些症状的实际原因是什么，只知道有比较高的几率呢会发生在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或者是多囊性卵巢患者的身上。那在胎儿的部分呢，以现有的研究结果来说，透过冻卵技术出生的小孩发生先天性异常的几率，跟其他透过新鲜胚胎置入的试管婴儿其实差不多。不过无论是不是透过冻卵，目前有研究显示，试管婴儿有先天性异常的比例呢，大约还是会比自然怀孕生产的婴儿多个2到4%。整体来看冻卵还是一个最近10年才越来越被广泛应用在临床的技术。所以呢，在小孩成长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身心健康的风险？目前医学界的资料可能还不是非常足够。那除了健康的风险以外呢，也有人指出，另外一些冻卵的风险可能来自于现行法律的规范。这边的风险并不是说法律会让人的健康受到威胁，而是有些人跑去冻卵之后，就可能因为法律的各种规定不能够在台湾使用。目前台湾的人工生殖法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妻子要能够以自己的子宫怀孕生产，才能够寻求人工生殖的帮助。不过假设有一对夫妻很想要小孩，但太太先天没有子宫，或是可能因为疾病不适合生小孩，那他们最合适的选择就是透过试管婴儿的技术，把太太的卵子跟丈夫的精子结合，然后找到代理孕母来帮忙生产。但这个部分台湾的法规并不允许。另外，人工生殖法还有规定，只有婚姻关系的夫妻，而且其中一方有不孕症，或者是其中一方有重大的遗传疾病，如果用自然生育的方式，有可能会生出不健康的小孩。那在经过医疗机构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人工生殖的技术来生小孩。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未婚女性或是同性伴侣想要解冻卵子搭配试管婴儿技术来生产，那一样也不可以，因为他还没有结婚，或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并不是所谓的夫妻。所以包含没有子宫的太太、未婚女性或是同性伴侣们，如果很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就只能够自己想办法把卵子带到国外来处理。刚刚讲到这些争议处理起来恐怕非常的麻烦，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议题，而议题之间的正反意见也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以下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快速的介绍一下。第一个议题呢是代理孕母目前法律的态度简单来说就是要求自己的小孩自己生，不能够透过别人的子宫。那在这个部分呢，支持要修法的论点认为，对于没有子宫的人但又想要获得孩子的人来说，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代理孕母，但法律关闭的这条路等于是侵犯到了民众的自由，完全扼杀他们孕育下一代的机会。但反对的人认为代理孕母可能会引发很多的伦理问题，像是侵权要怎么归属，或是代理孕母的隐私怎么办？如果委托者以为了孩子健康的名义要求代理孕母的饮食或作息都要配合，那这边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争议。第二个议题呢，目前的法律几乎都还只停留在一夫一妻的这个框架。男同志伴侣呢，因为没有子宫，所以不能够用人工生殖；而女同志伴侣呢，因为也少了丈夫，所以也不能够使用人工生殖。支持修法的人认为现在都已经开放同性伴侣结婚，那理论上面就不应该限制他们传宗接代的权利。但反对的人可能又会说，只有一夫一妻的家庭才能够给予小孩最完善的照顾，所以坚决反对。2020年有立委提议要修人工生殖法，松绑代理孕母的规定。那虽然目前已经在立法院一读通过，但因为正反的辩论激烈，目前还没有顺利的通关。在进入观点以前，我要特别感谢志毅77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的支持我们。好的，那回到今天冻卵的这个主题随着时代逐渐的变迁，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透过现代的科技来解决。比如以前的人们结婚生子都比较早，但现在越来越多人晚婚的情况之下，就会遇到高龄产妇的问题。
题。幸好冻卵技术有机会帮我们减少冲击。不过我们觉得这种能够随着技术来解决的问题，其实都还是很单纯，真正难处理的往往都还是人或是道德伦理相关的问题。像刚刚最后讲到的代理孕母，这只是同性婚姻孕育下一代的争辩。一讨论下去，我就会发现其实议题的层面非常的广泛。有的时候呢，就算站在同一个立场，大家细节的论点又会不一样。这部分的议题，因为有一些我们之前已经谈过，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无法继续讲太多。那如果大家有更多自己的想法，欢迎都可以在留言区分享给大家哦。那最后我们想问大家关于冻卵的法律争议，你觉得哪些部分最需要调整呢？代理孕母的部分觉得限制一定要用自己的子宫来生漏洞太大了。比限定一夫一妻的部分，我觉得法律应该要与时俱进，这样子呢才能够符合民众的需求。C， 我觉得现在还 OK， 不一定需要调整。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参与冻卵的相关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捐精捐卵以及同性伴侣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力，我是美食队芊芊，这是 PR 哥，我是志奇，我是徐波，我是吴子，有 Walkie Boys。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都烂人嘛！他们